别想了，你已经对李茂仁至义尽，是他非要赶尽杀绝，所以我们也不必一忍再忍。等到明日救出父王母妃，出了健康，到了北境，他就不能再纳你何了。又要让你随我冒险了，这次恐难善了。若明日发生意外，瑶瑶，你要活着。你记住，无论发生任何意外，你都要活着。放心，虽说加上咱们几个，也总共才30多人，但我瞧着他们都是十分忠心得力的。你看，你即使放养他们20多年，但他们还能在健康发展出这么多势力。明日有了他们，就算硬拼不行，制造一些混乱，把人救出来，肯定没问题。瑶瑶，对不起。为何要与我道歉？这次还连累了元姬阿紫艾达，不过他是春月考榜首，是李茂收拢天下学子立的活招牌。就算李茂不瞒他上谏，应该也不会真的对他怎么样。睡吧。是我怎么睡得着？明日便是生死之战，这是最后安稳的一觉了，快睡吧。母亲，你怎么被人打屁股了？你犯什么错了吗？人长大了，不光做错事情会被打屁股，做对了事情也一样会被打屁股。啊，这么倒霉啊！那我还是别长大了。母亲，外头的瘟疫怎么样了？我阿娘和世子爹爹他们还好吗？阿娘留给我的功课我都学完了，他还没来接我，我有点想他。外面有瘟疫？阿婵姐姐告诉我，祖父和祖母都染了病，我们得躲进皇宫里才安全。他们现在病好了吗？瘟疫哪有这么快就结束的？萧公子请安心在宫中住着，明日你的世子爹爹就能入宫来陪你了。我阿娘呢？你阿娘是大夫呀，外头病人这么多，你阿娘得帮他们瞧病，是不是？萧公子，好好照顾你母亲，相信不久就能一家团圆。这是殿下专门为你做的糖饵。你就是这么哄他的？殿下说了，大人的事，孩子不必知道。你方才说，世子明日入宫，是何意？听闻世子已经入城，殿下担心世子在外染了病，准备明日请他们入宫，看望老王爷、王妃。逍遥，是不是也病了？病得也快死了吗？何大人，您走到如今不易，殿下给了你立身之地，你可不要再为了不相干的人，辜负了殿下好意。仔细伺候着，莫让何大人和萧公子接触了外人，染了病。诺。按兵不动。阿大，你下次要是想让我别动，就比这个手势。
哎，对。小无疑没有死，他逃出城外了。阿茂，那封没来得及给我的信，是无一的吧？把它给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从你对子期的态度，一个在法场上滥杀无辜的人，怎么会对一个孩子如此担心？除非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所以我将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又从头想了一遍，再结合刚刚阿达给我比的手势，还有这些药材，便已经猜到9成。这些名贵药材都是治疗血瘀之症的。若你真想杀无疑，怎么会让人在此为他炼药？那剩下的1成呢？是诈你的。你是怎么认得这些药材的？是我教世子妃的，是齐王殿下求来了神医治世子。你也早就知道了。那萧无疑他现在只要那一箭射在该射的位置，就不会有性命之忧。至于血瘀，神医配了药丸，至少能保世子2月无虞。阿大带的人都可放心。给我吧。无期家语，见心安。我让一只一旦确定我被北清暗探抓走，就将全部真相告诉你，免你惊忧伤惧太久。但你恐怕已经哭过一场，想到此处，心中已然不安。瑶瑶，萧无疑此生未曾负过任何人，唯负于你。也许这是此生最后一封信，我还是想从文熙太子说起。13岁之前，以为我的命运会和父王还有所有叔叔伯伯们一样，做一个禁军统领，素卫攻城与巍巍皇权。然北秦入侵齐州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战场，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。为保我一命，共死了147位营士。你以后就叫萧胜，以后他就是你们的主人。参见世子。他叫青龙，他叫颜渊，以后都会紧随世子。我手握却骨令和却骨出天下天的期许，心中却万分茫然。若当年那场轰动大业的安禄谋逆案实乃冤案，我父母才是令上京都城沦丧20年战乱的根源时，我真能凭一块令牌一呼百应，令天下安定吗？难道我大业的精兵只为直到我遇见一只，不为百姓而战吗？才找到方向。维熙帝后扶植寒门，制约豪门世家，并没有错，只是他们用错了时机，也失了分寸，才令北秦找到可趁之机。君以为什么是好时机？分寸又该如何把握？当年是当年，如今是如今，如今已然乱世，乱世必中条。谢君一言，令愚兄拨云见日。大业需要一支真正为百姓家国而战的军队。比起健康宫，
我更应该去北京。8年征战，大业有了梅府军，萧胜成为了萧无义。一直说的没错，如若没有9丈原重伤，或许萧无义终有一日会变成门西太子。但血域之争，注定年寿不永。谢太傅的私心也让我看到了另一条更好的路，一直更适合这个位置。父王从前犯的错，终是动摇军心的隐患，对此我早有准备。但没想到英王会以太傅之命为饵，他既出手，我们索性将旧事连根拔起，将计就计，演一出君臣决裂的戏码，以肉身铺路。拿着这封密报，好好的看。提防暗探。我计划好了一切，安排好了所有。为了达成最终目的，可以牺牲任何，但唯一的例外是你。我怕告诉你便会失去独行的勇气，然江山之重在肩，无疑不敢牺牲。萧无义，你是骗子，混蛋！馆长为什么不死？你们2个混蛋，究竟是什么时候商量好让他去送死的？还有那一剑，究竟是谁的主意？赵毅的那晚，你们离开的时候，他给我的那一剑，是做给冯安看的。再见面，便不必留情。不要！走！所以，你让阿大按兵不动，是因为除了健康宫外，那些早已被发现的北齐暗探，真正要防的是冯公公。不仅是防，更是利用。你们就是要借他的嘴，让英王相信，就算你知道案子有问题，你也一样要怀疑萧无义，把萧无义逼入绝路。至少要他。申玉说的2个月是什么意思？他本就有血瘀，又中了一箭，一路颠簸到北京，不会有好日子的。可神医的药只能保他活2个月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2个月之内他回不来呢？如果英王没有相信你们，没有按照你们挖的坑去跳呢？夭夭，别生气了。我没生气，我就是在想，该怎么给这个混账收拾。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。这个是萧无义用斩断的雀骨令融化炼成的，他希望我交给你。这原本就是我母后的凤印，不如给它重新熔铸，给你做个发簪如何？我一盏沉灭的回忆，出现你却触不可及，时间忽然一瞬停息，太孤寂，用10年换来的失去。我和君主一样，都希望你自由快乐的活着。你可愿再一次练习？此路迢迢，
无归期，与君诀别，有负君心。不敢再讨来生，只愿遥遥此生能再遇良人，平安喜乐。把火机离备好，我们现在就试。一定要小心，此物威力远超你想象。再危险也要试。古书中记载，火机里火势如山崩，火舌如电旋，决胜千里沃野。为了打赢这场仗，为了让无疑平安归来，再危险，我们也要一试。本王派出的三股斥候，按世子所画的鱼图，果然全军覆没。看来，这鱼图是真的。青龙偃月放了吗？本王言出必行，只要你跟我合作。这鱼图有2处暗错，是我故意留下的。殿下若想合作，还需满足我一个条件。这就好嘛，这才是我认识的萧无一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我要上京。我乃文熙太子，定要率我大业子民重归故都。萧无一啊，萧无一，你这个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？时至今日，殿下还有资格讨价还价吗？北前小皇帝忌惮你，断粮草，派监军，又欲借李茂之手将你仅有的3万黑鹰军赶尽杀绝。如今利刃已架在殿下脖子上，殿下还有的选吗？我不会要殿下一兵一卒，我只要我大业一民。我能培养出1支北府兵，就能培养出第2支。届时你我联手攻破李茂大军，你便可一路南下，拿下建康，再挥师西进。怎么被我说中了？殿下最想要的，不就是西周之地吗？殿下，殿下真要把上京给萧无一吗？这可是通敌叛国。殿下，这是在骗他。只要从他手中拿到完整的北京防略图，再把李茂的大军攻破，届时就可以把萧无一给。不过这个萧无一啊，太聪明了，他竟然一眼看穿本王最想要的其实是西周。莫非他挖了什么坑，等着本王跳啊？殿下若一直担心萧无一，不如逼他彻底无路可走。殿下今日还病着？臣好了，臣接旨。南夜郎子野心，觊觎我朝疆土，实乃国之大患。朕闻讯，恨不能即刻披甲上阵，与贼决一死战。遂命皇叔迎战，力阻陆阳，夺回失地，以雪国耻。萧无一能用则用，不能用则杀。如果皇叔担心萧无一行死谏之计，朕有一法，可替皇叔释萧无一之心。吃吧，你哥已经到陆阳城外了，他可以带你回去了。这是北府军冲锋的战鼓声。我家小皇帝的大军已翻过秦山，此刻前有北府军，后有我家小皇帝的大军，两柄利刃都插在本王的头上，能救本王的也只有萧世子了。
世子，你能不能给本王、给天下看一看这个理由？你想要我做什么？记得几年前，瓜州灵风铺，李乐君谋害了云昭郡主，回到了健康。世子与谢家瑜联手挖出真凶，你们原本想血刃仇人，但李乐君苟活性命，主动投奔本王。当时谢家瑜曾说过一句话：有朝一日再见到李乐君，我一定会取你性命。北清暗探果然名不虚传，就连我与李茂的私下交谈都听得一清二楚。请问世子，这句话还算不算数？世子，今日本王给你一个兑现承诺的机会。北秦犬戎以豺狼之性，窃据中原，掠我国土20余载，践踏上京9重宫阙，玷污河洛万里听民。今铁甲精秋，阴拓彻夜，王师蓄锐已足，夺其先阵者方万户。殿下，没回音怎么办？继续叫阵。继续叫阵！殿下，那边出来个人。乐君，你哥哥就在对面，他来接你了。去吧。穆莲羽，我不后悔到北秦来，也不后悔嫁给你。从我踏上北秦土地的这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。只是下辈子，我们就别再相遇了。齐王，看清楚了是谁！放了我妹妹！你若舍得拿陆阳城换你妹妹一命，本王立马放人。世子，毁誉夺权之仇，灭门夺妻之恨，是时候要报了。切！萧无一，你这个叛徒！要杀便杀，我李乐君绝不回头。无义，不可！等等，给厉茂3支箭的机会，倒要看看他舍不舍得他妹妹一命。北府的将士们，萧无义已叛国，投降北秦，他不再是你们的统帅，他是叛徒。李乐君，萧世子，别来无恙。你不是被鹰王软禁起来了吗？我早已服下剧毒，死期将至，还有什么好关的？什么？
萧无义，我来是想求你一件事。明日两军阵前，能不能别让我死在北齐人手里？我希望你能亲手杀了我。理由？我本就欠家羽一条命，由你拿去，我认。殿下，殿下不可！莫非这一切都是鹰王在试探无疑？若无疑不在两军阵前射杀离乐军，那无疑就会彻底暴露，一切计划也会功亏一篑。大爷的将士们，我阿兄从小就告诉我，大业清兵能为大业国土和百姓而战。我早就已经服下了毒药，早晚都是一死。可我是大业的平民县主，我的父王、母妃、兄弟姊妹，数人皆是死于北秦人之手。李乐军无论如何也不能死在北秦人手里。这些并不是你全部的真话吧？是，还有第三个理由。救我一命，为大业而死，该死的气死！北府军的将士们，李茂杀我父母，夺我妻子，实乃滔天之恨。鹰王已许诺孤上京都城，若尔等投降，日后重返，定加官进爵。若不肯投降者，他日战场再见，不必手下留情。齐王殿下，妹妹这一生都在为你牺牲，你都不愿意拿一座城换他一命吗？殿下这些年一直藏着南叶监国的亲妹妹，该让陛下如何相信您的忠心呢？世子，萧无义，殿下，我的哥哥，若想成为真正的帝王，就必须摆脱你的掣肘。不仅是北府军权，还有心和情感。我曾以为你对我哥哥只是把他当作夺权的垫脚石，可如今看来，你对自己比对旁人还要狠，也更加不在乎文熙太子这个身份。你这样的人没有弱点，是神是魔只在一念之间。可若是有一天你们走到岔路口，我的哥哥又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你真的相信他，就请允许他
真正的成为你的对手。